嗨，大家好，我是泰。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那今天录这一集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会透过脸书的粉专，LINE 官方询问我们一些关于茶的问题。你说各种茶品如何冲泡吗？对，很多人买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泡，买回去说哦，那你在你店里都泡，喝了好好喝，你泡我都好喝，然后回去开始问说我要怎么泡。因为有的人，因为你泡的时候是15秒，然后他就泡了15分钟。对，没错，所以我们一个客人的绰号叫15分钟。因为每个人冲泡方式不一样，也碍于他们使用的器皿，再来是工作环境或者居家环境的允许度。对，所以今天呢，特别我筛选了5个大家最常问的问题，所以一一逐一来解答。开始，问题1。太，请问啊，像是福寿山、大云岭和山林溪这种高山茶，适合哪一种茶器冲泡呢？福寿山、大屿岭、山林溪，高山茶是属于高香型的。高香型的高山茶，我会建议一般我们就是用像摄影机前面这个盖碗冲泡是最好的方式，白瓷盖碗或者是用白瓷壶去冲泡，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白瓷的器皿，第一个白底可以看到茶汤的颜色，再来是它会带给我们的茶品最原始的风味释出。那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水温跟制茶量，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安全的方式。所有的高香型的，我都会建议说，白瓷的盖碗、白瓷的壶配合白瓷杯，可以喝出一泡具有高香型、高香气的茶品。那我们前往下一题。Question 2。另外，最近朋友送了金萱给我，不知道除了白瓷盖碗冲泡之外，适合用紫砂壶冲泡吗？这个问题也是常常很多人提出来的哈。所以说，他们可能熟悉了白瓷器皿的操作，白瓷壶、白瓷盖碗，他们想要用第二种材质茶道具来冲泡。那大部分都会听到紫砂壶多好。对，紫砂壶很好，紫砂壶确实可以冲泡。我手边就有一把紫砂壶，这把。叫做情饮中国乌龙，可以留言抽奖吗？好，没事。马上呆住了。可以抽奖，他的照片附我的签名可以。对，这把是80的，你绝对舍不得。对，80出的，对，情饮中国乌龙。我跟大家说明一下紫砂壶可以把这个各种茶品冲泡到风味非常非常好，但是紫砂壶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叫做养壶。在使用紫砂壶的时候呢，一只壶对一种茶品。假设这把紫砂壶我冲泡高山茶，你就用它冲泡高山茶，而且这个高山茶一定要高香型的，你不要拿说高山茶我放了中烘焙的，或者是我放了一阵子的像老茶这样子的高山茶拿来冲泡。因为紫砂壶是双气孔的概念，它会吸附了茶汤的香跟香气。如果你拿不同年份、不同烘焙跟不同发酵的高山茶来冲泡，它会有不同的口感产生。所以我会建议说，假设你要紫砂壶，必须要先养壶，养完之后呢，再来冲泡，这样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它包含我们喝生普洱也是，生普洱，比如说3到5年的生普洱，口感比较高香的，我们会用一支紫砂壶；中期的用1支，老的我们用1支，就全部切开来。连同样是生普洱都有。对，都是这样，否则味道会串来串去。那个你会喝到说，为什么我的中期的普洱或老普洱，老生普我们会怎么会，甚至熟普我们会怎么会带有生茶的味道？它供给给我们的口感跟香气就会不一样，会带出其他的口感跟味觉。OK， 这个之后再开。对，这个我们会再开一集跟大家讲，比如说从怎么养壶开始，进入下一题。第3题问题，可以再问一下吗？就是蜜香红茶可以用白瓷壶，还是紫泥壶，还是陶壶更 OK 嘞？大家喝茶，你想用什么壶泡都没有问题，只是你能不能完全呈现茶叶本来的原貌。我这样讲应该就很清楚了，对不对？用什么壶？你要用这种玩具壶也可以，你要用陶壶也可以，你要用这个叫做柴烧壶做家的都可以，你要用盖碗也可以，只是泡茶就是什么？茶叶跟水的比例要抓好，再来就是温度，就这3个的像一个三角形锁在一起。再来茶道具的选择，用什么茶道具都可以，只是它能不能正确，我们正确的释出它的口感跟它的香气，因为我们要是要喝正确的口感。所以说回归到这个问题，既然他提到说可以用瓷壶、紫泥壶还是陶壶，其实最好的呢，以蜜香红，以红茶来说好了，红茶是高香型的茶，红茶跟这个高山茶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是一个是乌龙系列，一个是红茶系列，但是它们都属于高香型。高香型呢，我们最好的让他们表现出原来的方式，就是用白瓷。所以呢，我会建议用瓷壶、紫泥壶或紫砂壶啦，然后陶壶或甚至柴烧壶这些壶，当然都可以泡。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不管里面有没有上釉，它都会吸附茶叶的香气，会影响到当我们冲泡出来之后，我们喝的口感。我们觉得，为什么我在某某地方喝的会比较好喝，在这个地方喝的会不好喝？所以大家如果下一次去茶行，请特别注意，现在茶行大家都会用白瓷壶或白瓷盖碗冲泡，因为我们要提供给大家，不只是我们，基本上很多茶行就是要提供给大家原汁原味的茶，它这样才能表现它原来的口感、味道跟香气。茶汤的颜色也非常容易看到。第4题。我想问一下，古树普洱生茶的冲泡方式，就是关于它的描述，还有它的温度。这个问题大部分是买茶回去的朋友会遇到的就是绝对一定在问，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在喝的时候都是直接用马克杯冲泡。那当然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这个问题的涵盖面也非常广。光古树普洱生茶就分新茶，然后再存放，比如说5到8年的中期茶，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老茶，老茶可能就10年以上。这3种都是不同的冲泡方式。这3种共同可以冲泡的方法就是用盖碗。那我们以这样子的盖碗来说呢，120毫升里面可以投5到7克的茶叶，然后呢，新茶我们会用大概92到95度的热水去冲。那放5到8年，对，放5到8年的普洱生茶，或者是10年以上的老生茶，当然一定也可以用盖碗，没有问题。那但是我们的水温就是100度，克数一样是5到7克去。但这个放5到8年的老也不算老，就是有一点年份的这个生茶，跟10年以上的老普洱，我们更会用紫砂壶来冲泡，然后是全程100度，再加临壶。那盖碗的好处是呈现原来的香气跟口感，但坏处是盖碗它太容易散热，它没有办法聚热。我们大家都知道壶一定可以聚热，要不大家如果没有紫砂壶，可以去买白瓷壶，一样的毫升数或类似的毫升数，克数跟毫升数的比例就跟我刚刚跟大家建议的一样去做调整，上下调整，小一点制茶量就少，多一点制茶量多。没有紫砂壶就用这样的泡，白瓷直接冲泡，白瓷不用临壶，你就直接盖住就好了。喝茶就没有一个一定啦，放松了，对，大家很轻松的泡，然后呢，状态是怎么样，泡出的茶就会对，然后多练习就会让大家喝到，不是多练习就可以有，多练习就会多熟练，对，熟能生巧。好，第5个问题，冷泡茶要怎么冷泡呢？噔噔，留言抽奖啊，对，可以哦，上面这个可以了，这可以，上面有我的签名哦，要附上你的唇印。好，冷泡茶怎么泡？几种方式。如果你是茶包，很简单，你撕开。如果你是茶包，不是啊，如果你用茶包，不是你是茶包。如果你用茶包呢，很简单，你把它撕开来我们就示范一次，就撕开嘛，这么简单。再来呢，记得不是整个丢下去，这个线你要把它剪掉。丢进去之后呢，室温的水注满，然后呢，注满水之后呢，稍微摇晃一下。让茶跟这个水稍微浸润到，然后你就丢到冰箱里面，一定要室温水用丢到冰箱。对，放到冰箱里面8个小时，黄金数字，8个小时重要。8个小时后拿出来，均匀摇晃一下就可以喝了。泡茶另外一个方式是，如果你不是买到茶包的，是买1包就是高山茶。高山茶你要冷泡的话，对，你就把它倒进去，但是1层就好，1层底部哦，然后呢一样注室温的水，你要7分满、8分满都可以，然后摇一摇，一样。放到冰箱里面8个小时。那拿出来喝完之后，还可不可以再重新？好，如果想要回冲的话，可以，但我只建议回冲1次。好，那回冲的话呢，水大概1/3到1/2就好了。那如果说我要回冲的话，那这样子我在喝这一瓶的时候，是不是尽量不要对口？对，没错，比较不会有细菌的滋生。对，48小时之内要饮用完毕。那如果大家冲泡完冷泡茶，想要让它保鲜久一点呢，可以怎么办？冷冻啊？对，可以啊，你可以把它冷冻起来啊。对，先冷藏8个小时之后再冷冻，让茶释出对之后，然后想要保存久一点的话，再去冰在冷冻里面，是这样就可以了。那刚刚说到了乌龙茶的冷泡、高山茶的冷泡，那普洱生茶嘞？普洱生茶不适合冷泡，普洱生茶
只适合冲出之后，再把它放到玻璃的容器里面冷藏，这样会比较好。因为普洱生茶的茶质跟高山茶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自己实验过它的冷泡效果，它不能将里面的内含物质完完全全的释出。那我们觉得他想要喝它凉爽的口感，最好的方式是全部冲出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冰箱冷藏，这样会比较好。好，今天就是跟大家聊到这个5个问题，提问的5个问题。那如果大家有对泡茶冲泡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问的话，欢迎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也记得大家按赞、订阅跟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会再整理其他的问题给大家，有关于其他的茶知识朋友问的，还有上一次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紫砂壶的怎么样去选择紫砂壶，或者是怎么样泡养紫砂壶，这个我们也会特别做一集。也欢迎你直接冲到他的店里面去跟他讨教。也可以啦，对，可以切磋。欢迎，对啊，欢迎来。然后最重要是可以，我不一定会在店，但麻烦就是可以先跟他预约一下，在我们的那个 Facebook、IG 或者是我们的 LINE 官方都可以预约。对，那就朋友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